魏无羡再次踏上乱葬岗，心情也说不上什么好坏。荒废的大殿比13年前更加破败。你又为什么要杀我？不为了别的，就为了替天下人讨个安宁。哦，懂了。眼下不管他做什么说什么，都是徒劳的。他们这些仙门正派的是要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子来讨伐他。夷陵老祖作恶多端，嗜杀成性，当得而诛之。不是没有人替他说话，那几个小辈也硬着脖子说了几句，都被自家的长辈提溜了过去一阵教训。金陵站在一旁避而不语，江澄又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魏无羡看了笑笑，跟13年前真一样。有人费尽心机的算计他，魏无羡心知肚明，可说了谁会信？还是四大玄门，时隔13年，眼下的情景何其相似。魏无羡看着后一步进来的蓝曦臣，泽无君，可知道蓝湛在哪儿？蓝曦臣指尖捏着列兵，也看了他一眼，轻轻浅浅温文有礼，忘机回云深不知处闭关了。闭关。魏无羡低头看了眼别在腰间的竹笛，随手削来粗糙难看。当时他竟然也听得出那首曲子。相处了这么些时日，他以为蓝湛对他是有些情分的。大殿外面的凶尸已经成片的逼来，又是一场混战。他隔着人群循着空档看了几眼，真是好笑。魏无羡果真也笑了。江澄，没想到会在这种场面下跟你见第2次面。江澄瞪他，几乎怒目而视。紫电在他手上噼啪作响，连说话都是咬牙切齿。只要你活着，便还有第3次、第4次。他知道江澄恨他，怎么能不恨呢？是他得罪了温氏，连累了江家，害死了他父母；是他在穷奇道杀了金子轩；是他害死了江厌离，家破人亡之仇，恨也应当。魏无羡虽然被当作厉鬼邪神的现世回来后总说那莫玄羽找错了人，但他也确实没资格自称好人。江澄握着紫电一鞭子向他抽来，他没躲，结结实实的受了这一鞭，抽在他胸膛上，皮开肉绽，可见是用了十足的劲道。大殿里的人谁不知道江家主恨这魏婴入骨，13年来宁可杀错也不放过。他们都往后退了一圈，除却抵挡凶尸的倒也没剩了几人。也有人心底里感慨，昔日姑苏有双臂，云梦有双节，何其威风。那魏婴也是少年成名，也曾意气风发，谁能想到竟然走到了今日这般地步。魏婴叛逃江家，姑苏双臂依旧，云梦再无双节。江澄、江婉银是何等人物？云梦莲花误江家主，3毒圣手，紫电在握，逼得魏婴左躲右闪的好不狼狈。紫电又是一鞭子朝他抽来，他又来不及躲开，可这一下终究是没落到他身上，而是被温宁挡了去。魏无羡拉着他朝后退开了2步，不是叫你别出来。温宁抬眼看了看大殿里的人，一个个衣着光鲜，却个个道貌岸然，他都替魏无羡心寒。天下这么大，坏人那么多，凭什么就容不下一个魏婴？凭什么什么罪孽都得加在他头上？公子，我出不出来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容不下我们，又能躲到什么时候，躲到哪儿去呢？魏无羡张了张嘴，又说不出什么。是了，他来这乱葬岗，就是因为他修了鬼道。旁人容不下他，他跟江澄说不用保他了，气了吧？由此藏身在这乱葬岗上，受尽了天下人的唾弃和指责。他受万鬼啃噬，而死也不恨谁不怨谁，真老老实实的做了13年孤魂野鬼。他觉得那是他血洗不夜天成的罪有应得。被人献赦也不是他的意愿，那些莫名虚有的罪名也不是他魏婴所为。上一世他死的尸骨无存，还要他怎么样呢？难道真如江澄所说，他就不该活着，连这世道都见不得魏无羡？天下人何止千万，可眼下信他的，肯跟他同生共死的，只有一具凶尸。蓝湛，乱葬岗会合之约，你失信了。魏无羡站在一旁，由温宁迎上了江澄，缠斗得来回好几趟。江澄收起了紫电，提着3毒紧逼，温宁向他打了一掌，又挨了一剑，接着便被江澄踹飞了出去，正好砸在魏婴脚边，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。温宁爬起来，晃晃悠悠地站好，然后便见他双手托着一支长笛送到了魏婴面前。江澄一摸腰间空无一物，顿时脸青白了一片。围观的人谁不认识这长笛？通体漆黑，缀着红色的穗子，跟魏无羡的衣着色调无比的契合。陈情，又能陈谁的情？魏无羡伸手抚了下笛身，
来来去去的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始终跟着他的只有温宁、陈情和随便，而今随便是拿不得了。江澄也和其他人一样忌惮着魏婴，尤其是拿着陈情的魏婴，射日之争的毛骨悚然，血洗不夜天成的生灵涂炭，印象深刻，太深刻了。魏婴，你还要重蹈覆辙，死不悔改到几时？江澄几乎是咆哮的。魏婴拿着陈情抬眼看他，平静，太平静了，跟当年他杀上不夜天成时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我重蹈覆辙，我死不悔改，那你来告诉我。魏婴握着陈情，抬手扫了一圈大殿，指着那些围着他们的人，路在哪儿？又应当怎么改？要我任你们搓圆捏扁，还是要我自尽而亡？世人都觉得夷陵老祖死有余辜，他死了没一个人会祭奠他，给他烧哪怕一张纸钱，只会有人拍手称快，恨不得普天同庆般。你比我更加清楚，回不去了，江澄。当然回不去了，那些年少的时光，意气风发仗剑而行的日子，都远远的离开了，甚至跟如今的魏婴没有半点关系。他没有作恶的时候，尚且背负了天下之罪，皆可推给夷陵老祖的骂名。想必坐实了那些罪名，也再坏不到哪儿去。为无限横敌，江澄提着剑想上来阻止，被温宁截了下来。围观的人终于想到要动手了，又听见大殿外面骤然响起的骇人声音，纷纷往外看。原本正在混战着的凶尸都突兀地停了下来，个个仰天长啸，嚎得惊天动地，哪里还是毛骨悚然，简直就是骇人听闻。万鬼同哭，也不知是谁畏畏颤颤地说了句：“是万鬼同哭。”众人皆惊，又回身去看魏婴，独立于大殿的另一端，笛声似悠扬又夹带着诡异，都觉得这是夷陵老祖在破釜沉舟了。可也有人藏在人群里暗暗心惊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总有人是知道的。外面那些凶尸从一开始就不是受魏婴的控制，而此时却也听从了魏婴的命令，万鬼同哭，悲天动地，阴虎符都失效了，要赶紧拿下魏婴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没错，